前陣子去了一趟曙光村，為什麼不是說我去了一趟印度？因為曙光村雖然位在印度南邊，它卻一點都不印度，它更像是一個多國文化的人造叢林烏托邦，以自給自足的農場、森林、生態建築、靈性療癒、音樂藝術、全人教育等為主要內涵的實作場域，在這裡孕育、試驗、發展出有別於以金錢為主導的物質世界之生命模式。更重要的是，以金球靜心為精神核心而創建的曙光村，是透過回歸樸實、手作與大自然融合的生活，向內走回真實的本我，活出靈性的覺醒。這些描述並不是出自其他來源或解說，純粹是我自己走過這趟曙光村的旅程後內心的體會。那我為什麼要去曙光村呢？顯然的，這個烏托邦不正是我從城市生活移居山林偏鄉，透過墾荒、種植、養雞育兒、靜心創作、念想打造的理想生活範式嗎？雖然表象只是在山區生活野放自我，享受農園到餐桌零距離、零時差的鄉村日常，我真正的願心始終圍繞在靈魂層面，走向內在的真實，以天地為家，活出真誠、無畏、臨在、寂靜，成為自己的生命之舞。在曙光村短短8天，每天從早到晚，是一趟非常沉靜、十分轉化的旅程。除了走訪不同農場、探索森林、自然建築、藍染工坊、音樂花園、太陽能廚房、修道院冥想，也體驗了農園的有機蔬食、徒手吃飯、和平之舞、轉化呼吸、睡眠瑜伽、銅鑼音療、水療課程、阿育吠陀按摩等等，還有曙光村不去會死的金球靜心、金球花園的踏訪，並恰巧參與了年僅1度的戶外舞台劇表演。在如此緊湊飽滿的探索行程裡，幾乎總是來不及消化沉澱，就迎來下一場意識的擴展重啟。我於是每次都默默地放進心底，等待離開後再來好好回顧。曙光村最使人深刻的，不外乎各種不同取向的療癒，在週報上琳琅滿目到面臨選擇困難，更別說要設法在滿檔的時間表中見縫插針地預約一個不去會後悔的療癒，最後只能被迫把不及實現的夢想留待未知的將來。這一趟我最感到震撼的，其一是以銅管來收集太陽能，用熱能蒸汽來煮飯做餐，供應全村的伙食；其二是以各種自然樂器和音樂花園，特別是其所打造的音樂規模和音療的深度、廣度、細膩度，令人讚嘆不已。在躺着集體音療的過程中，我感受到身體的消融、解離，沉入無所不在的空間，化為遠大於這個我的廣闊存在。這是我在國內音療體驗尚未到達的境地。看着現場擺放的樂器陣仗那氣勢，我都想五體投地了。而金球靜心更是一趟名副其實的朝聖之旅。在面對水晶球聖殿的靜坐中，我看見金球是如此的透明，所有的光都毫無阻力地完全穿透它。但當我閉上眼睛，睜眼再次瞥見水晶球，它卻化成了一面球體的鏡身，映照出聖殿內的每一根圓柱。這瞬間又打開來了一個了悟。說到底，短短8天能發生多少事？相較於所有外境的經歷，更多不預期的遭遇，讓我明白了曙光村這地方走的其實是內在的旅程。當我回頭一看，就像一場濃縮的人生電影，喜怒憂思悲恐驚，全都一起上演於這趟奇妙的旅程中。你說，這不就一趟旅行嗎？能有多狂喜，能有多悲催？我說，當你願意敞開，
是不允許發生的呢？該來的讓它來，該走的自然會順流而去。雖然從旅程的一開始就發生了我自己的內在反抗，卻隨着旅程的展開，莫名的啟動了我的臣服實驗。我不要，好吧，我接受。怎麼這樣？好，那就這樣。為什麼在這時候？沒關係，我放下。當我決定不再抗拒，允許眼前的情境通過，事情不但沒那麼糟，反而更多的可能性打開了。我就發現，原來沒有一個人是不該遇見的，也沒有一件事是不應在此時此地遭逢的。儘管他們總是在你最不可能的時候發生，嚇得你措手不及。會浮現的卻全部都是我們尚未通過的舊課題，說穿了就是宇宙抓到時機，發考卷來了。如果能把握機會，好好面對，完成自己的考題，過關了就再也不用考同一題了。沒過關的話，保準在下一次你正高枕無憂的時候，突然面臨補考，而且一次還會比一次更難。所以每當不舒服的情狀發生，不用懷疑，那肯定是考卷無誤。放下埋怨或試圖閃躲，把握機會，接受、原諒、放下，讓過去成為過去，這樣畢業典禮就會等在不遠的前方了。但如果老是等不到補考的機會，怎麼辦呢？那還不簡單，就來一趟曙光村吧。曙光村表面看似一趟出國小旅行，其實走的是一段接納與整合的歷程。你越能降服於不合己意的意外遭遇，就越能發現一切剛剛好是你所需要的。我從這趟旅程中看見了不斷向內打開的自己，也從團友們身上看見相應的各個我。身邊每個人就像一面面不同的鏡子，讓我照見內在不同的切面，引發許多的觸動、反思、憶起。隨着曙光村歷程各種看似突發的狀況，每個人對於事件各自不同的解讀、回應、釋放，全都推動我從境中接納自己，穿越、整合、放下。生命中曾相伴走過一段路的你們，感謝我們彼此在靈魂層面或深或淺、頻率交融的共振。我不知道生命將會帶領我去到哪，綻放出什麼，但無論如何，我允許一切的未知如其所示的